有一家公司的单季营收1年内暴增了 454%， 另一家公司手里握着超过1000亿美元的订单还没交货。听起来像印钞机，对吧？但这两家上个季度财报都还是亏钱的，一家亏将近2亿，一家亏超过6亿美元。你如果在8月那2天看到 NBS 一天涨 34%， CRWV 一天涨 19%， 手指是不是已经痒到想追了？坦率地说，我第一次把这两家公司做对比时，也觉得很有趣，市值都站上500亿美元了。两家又风格完全不同。这期看完你会用2条完全不同得商业路径重新理解这两档，而不是把它们当成同一件事。先讲我的核心结论，省你时间。Nebius 和 CarWeave 做的生意表面一样，都是去跟 NVIDIA 买顶级 GPU， 盖好资料中心，再把算力租给 AI 实验室。但底层逻辑完全是2条路。Nebius 走的是软件编排加资产轻型，他靠自己写的调度平台把 GPU 利用率拉高，靠客户大额预付款把杠杆做轻，赚的是效率和利润率。CoreWeave 走的是债务杠杆加顶级客户绑定，他举了约350到360亿美元的债，把规模做到1000亿 backlog， 赌的是成长和规模效应。我的研究结论很直接，在当前这个价位和资产负债表结构下， Nebius 的风险收益比更优。但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家都不是能让你躺着抱牢的资产，他们是高波动、高杠杆、高度依赖 AI 资本开支周期的高风险股票。顺便提一下，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New Cloud 是我们一个服务供应商的服务供应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商业模式与护城河。先讲一个大背景，不然你会看不懂为什么这两家能冒出来。传统3大云 AWS、 微软 Azure、Google Cloud 不是不能跑 AI， 但他们绑着一堆旧架构还有昂贵的资料出站费。前沿 AI 实验室要的是几千张最先 GPU 聚在一起，网络快到不行的裸金属集群，这3大云给不了那种速度，这就养出了一个新产业，叫新兴 AI 云端，英文 New Cloud。 NBIS 和 CRWV 就是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2家上市公司。 Nebius 这边创办人是 Arkady Volodych， 也就是俄罗斯搜寻引擎 Yandex 的创办人。俄乌冲突后，他把俄罗斯本土资产剥离，总部搬到荷兰阿姆斯特丹。他最关键的是自研的调度编排平台，把 SLURM 和 Kubernetes 深度整合，再配上低延迟的推理 API， 目的只有一个，把 GPU 利用率往上拉，把算力损耗往下压。而且他刻意把资产做轻，机房是找合作伙伴共建的，初期资本支出压力小。更狠的是预付款机制，他2026第2季新签的4个超过10亿美元的大合约，高达 70% 都包含预付款，直接覆盖了 50% 到 60% 的资本支出，等于客户先付钱他才去盖。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现金流会那么漂亮。 CoreWeave 有些不同的打法，下一个段落讲财报时你会更明白，它本质上是在用债务杠杆骗规模。我们先记住一句话， Nebius 意思赚效率， CoreWeave 拼规模。最新财报拆解，好，重头戏来了，财报。我先把2家的第2季数字摊开，你对照着看。 Nebius 第2季营收 5.823 亿美元，年增 454%。 注意，这个增速不是靠卖别的，核心 AI 云端就占了 98%。 调整后 EBITDA 2.362 亿美元，利润率 40.56%。 这个数字很重要，等下跟 CoreWeave 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差距有多大。但它 GAAP 还是亏 1.904 亿美元，这里一定要剔除一次性因素，这笔亏损主因是 2.597 亿美元的折旧摊销。
加上 1.025 亿美元的股权激励费用，这是会计上的摊提，不是现金真的烧掉那么多。真正要看的营业性口径，是它靠客户预付款带动的经营现金流，单季约 22.50 亿美元的正向流入，期末手上现金和可用资金 80.40 亿美元。EPS 部分 Nebius 实际是负 0.12 美元特定口径，但分析师预期明显更差，等于大幅优于预期。轮到 Coviv， 第二季营收 25.80 亿美元，年增 112%， 核心 AI 云端占 100%， 规模是 Nebius 的4倍多，但它的调整后营业利润只有 1.28 亿美元，对比营收占比利润率明显薄很多。GAAP 净亏损 6.26 亿美元，年增亏损还扩大了 116%。 为什么亏这么多？看债务， CoreWeave 总债务约350到360亿美元，光单季净利息支出就 6.40 亿美元，这 6.4 亿利息几乎把它的营业利润吃光。它的经营现金流只有 6.79 亿美元，手头现金约40到70亿不等，是口径，但背后是高额的未提，用信贷额度在撑。这里把两家放一起看，护城河和风险就清楚了。Nebius 的优势是 EBITDA， 利润率 40.56%， 现金 80.40 亿，总债约85到86亿。它的资产负债表有安全边际。CoreWeave 的优势是规模和订单，它手握1042亿美元的 backlog， 年增 246%， 另外还有250亿没排进单。绑定的客户是 OpenAI， 累计224亿美元合约。Meta 350亿美元承诺。 Anthropic 这种客户粘着度 Nebius 短期追不上，但反过来 CoreWeave 上一季 72% 的营收只来自3大客户，只要 OpenAI 或 Meta 任何一家开始自己盖资料中心，少租一点，它的营收就会直接抖。这就是高杠杆加高客户集中度的双刃剑。顺带讲2个我觉得很有戏的细节。Nebius 首创了 Blackwell 晶片容量拍卖，成交价比市场基准高出 15%， 短期高溢价合约每兆瓦年化收益可以做到4000万到5000万美元。他甚至故意不把2027年的产能全部锁死在低价长约，留一部分给高溢价的现货和拍卖。 CEO Volozage 这句话直接把市场对他盈利上限的想象拉高了。CoreWeave 则是全球第一家商业化部署 GB200 NVL72 和 GB300 NVL72 的云端业者，跟 NVIDIA 关系铁，网络层用 800G BPS InfiniBand 加 Bluefield DPU， 把跨节点训练的同步时间压到极短。去年还花17亿美元收了 With Advices， 把 MLOps 工具链补齐。资本支出这块也要提。Nebius 单季 Capex 56.60 亿，全年指引200到250亿。Coviv 单季约94亿，全年指引350到390亿。两家加起来一年要烧超过550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还在亏，都还在拼命融资。产品案例筹码，治理产业替代。第一个支点产品与代表性合约 Nebius第二季锁定的4个里程碑级合约，客户包含 Reflection Cohere 一家新兴顶尖 AI 实验室，还有一家美国大型量化交易机构，每一笔都超过10亿美元，每兆瓦单价高达2000万到2500万美元。这说明什么？说明顶级 AI 实验室真的愿意为它的软件编排和高利用率付溢价。 CoreWeave 的合约更惊人，2025年跟 OpenAI 签120亿，同年9月追签105亿，累计224亿。OpenAI 还在 IPO 里战略认购了 3.5 亿美元股权，跟 Meta 是350亿美元的长期算力合约。2026年4月跟 Anthropic 签了多年期协议。这种绑死巨头的订单储备是它的核心护城河，也是它的风险来源，成也巨头，败也巨头。
第二个支点，筹码与治理这块，我觉得容易忽略。先看内线动向。根据2026年6到7月的 SEC Form 4申报， Nebius 高层在股价高位做了例行减持。西油 Volozide 7月1日以均价 235.45 美元减持 46,627 股，变现约1098万美元。CTO SITAO Kalenko 同一天同价减持。听到高管减持，先别慌，关键是减持后 Volozide 还直接持有82万多股，掌握集团 59% 的投票权。这叫慢一点花钱，但控制权不动。相对的，机构持股 Nebius 高达 85.2%， BlackRock 持有1153万股，第二季增持 16%。 高盛申报持有2311万股，占 10.5%。 NVIDIA 自己就持有2225万股，占 9.3%。 Two Sigma 第一季暴增 3069% 到 279.5 万股，大咖都在里面，这是信心信号，也是筹码集中的双面刃。 CoreWeave 的股权更集中， Magnetar Blackstone， 还有 NVIDIA 在2026年1月以每股 87.20 美元额外注资20亿美元。早期私募巨头和战略方持股比例高，意味着解禁后的卖压和再融资动作，你要持续盯。第三个支点，产业替代风险，这是我在影片里一定要讲清楚的反方逻辑之一。第一 ASIC 和自研晶片， Google 的 TPU AWS 的 Training Meta 的 MTIA， 这些专用晶片在特定场景性价比越来越高。如果大客户转向自研，对 NVIDIA 通用 GPU 云的需求增速可能放缓。第二，推理端架构在变， DeepSeek 边缘端小模型量化技术这些突破，可能让模型不再那么依赖单体巨型集群，而是转向分散低成本的推理节点，这会儿直接动摇 New Cloud 的需求基础。第三，电网和供应链，资料中心卡在地方居民反对和美国多地电网开发禁令上，电力交期延迟是营收无法及时认列的瓶颈。Nebius 签约电力 50GW， 年底连线 0.8 到 10GW。 CoreWeave 签约 4.2GW， 现役 1.5GW， 2030目标 8GW。 电力配额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战场。好，讲完三支点，我也要把反方逻辑讲给你听。反方观点，空头最有力的两刀很容易风吹草动。第一刀，每年烧几百亿资本支出，经营现金流根本盖不住硬件折旧和高额利息，所以必须一直发债，一直增发股权。股权稀释会吃掉你的报酬，债务滚动风险在利率高的时候会要命。 CoreWeave 利率每上升100个基点，它的内在价值就缩水约 14%。这不是我吓你，是 DCF 模型自己算出来的。第二刀，巨头客户会自己跑， OpenAI、Meta 都在积极自建超级计算中心，一旦租赁需求边际递减， New Cloud 就面临产能闲置和硬件减值。 CoreWeave 那 72% 的客户集中度，就是悬在头上的刀。我的考虑关于第一刀， Nebius 用高额预付款加资产轻型，把这个风险大幅压低了。它现金80亿，债务约85到86亿，安全边际明显后， CoreWeave 这刀是真的痛，所以我对它的态度是事件驱动，不长报。关于第二刀，短期内顶级实验室的算力缺口大到连巨头自己都盖不够，为他自己都公开澄清，优先满足内部继续履行采购，等于帮 New Cloud 背书。那什么可以关注什么讯号呢？三个。第一， Nebius 的预付款比例掉到 50% 以下，或 ARR 目标没达到。第二， CoreWeave 债券再融资卡关，利率真的往上走。第三， OpenAI 或 Meta 公开砍掉外部算力采购比例。这三个任意发生，应该同心评估。我的考虑讲到这儿，我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先说清楚，这不是投资建议，是我的看法。我的看法，策略性配置首选 Nebius， 原因就一句，
在同样的算力纯度下，它的资产负债表有安全边际，软件编排有溢价，利润率 40% 以上。估值上，Nebius按2026年预期营收中值32亿美元算，对应约490亿市值，远期本益比 15.31 倍。但按年底 ARR 目标80亿美元算， PARR 只有 6.12 倍。考量它超 500% 的增速，这个倍数我觉得有吸引力。CoreWeave 按营收中值128亿算，市值约500亿。Forward P-S 只有 3.91 倍，看起来便宜对吧？但那是市场在对它约350-360亿债务和利息支出做风险折价。便宜有便宜的道理，不是捡漏。DCF 那端基准假设 WACC 10.5%， 终端增长 3.5%。若 Nebius 2027年释放 1GW 产能，每兆瓦净现金流维持800万美元以上，隐含每股价值约285美元。分析师给 Nebius 的目标价区间是120到410美元，均值 184.11， 财报后多家上调到300以上。CoreWeave 目标价区间36到303美元，你看那个下限36，就是市场在定价债务爆掉的尾端风险。Nebius 用资产负债表的安全边际和软件溢价逢低分批建仓，我自己的观察区间看300到350美元。CoreWeave 用事件驱动和动量策略，盯它的债券再融资和电网接入节点，回调到50或200日均线，约82到85美元再考虑。核心催化剂3个 NVIDIA Blackboard 交期和实际交付营收认列速度，联准会降息对 CoreWeave 浮动利率债务成本的减轻，还有大型客户自研晶片的进度。最后总结，同样在卖 AI 算力， Nebius 把杠杆做轻，把利润率做到 40% 以上。CoreWeave 把规模做到1000亿 backlog， 却背了约350到360亿债。这不是谁一定赢的游戏，是愿意承担哪种风险的选择。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并订阅频道。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评论区留一个问题给你争论：你更看好轻资产高毛利的 Nebius， 还是绑定 OpenAI 骗规模的 CoreWeave？ 两边我都看到。我是 Edward， 我们下期见。